政府处理这件事情太慢了，要有效率，要动起来。执政党的发言人他跟我说：“你在大小声什么啦？10几年前利用食安事件狂打国民党，结果你民进党执政之后，瘦肉精也开放，牛内脏也开放，黄牛正义区也开放，哇，历史不断的重演。是你们的嘴脸会不会换得太快了一点？”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习惯你跟我大小声干嘛？你去跟这些老百姓说，我的零钱包退回200多块，我是受害者，我不能大小声啊！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小声干嘛？我不知道，我会吃到啊！我现在说这个问题，我们就来处理啊！现在有多少人受害？你们民进党这种这种态度，你们的总统、你们的党主席在毒油案爆发之后，还跟福茂的董事长同框，你们这些幕僚怎么干的？如果是以前，你们这些幕僚通通下台了啦！民进党过去打13打成这样，这次的态度就荒腔走板嘛。10几年前我们是看着马政府，我们也是骂啊，那时候连胜文落选，我们开心的不得了啊。现在的民进党跟那个时候国民党一点差别都没有。我可以理解波基生气的理由，因为毒油案爆发，出包的业者是藏在后面。广大的民众来说，发现说啊，我每天吃的油竟然会致癌，这么严重的食安问题，到底凶手是谁？结果找不到凶手。我们明明知道人已经被杀了，然后凶手在我们之中，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凶手是谁。民众就是闷着那一口气，一直憋了好一段时间，我们找不到那个宣泄的出口。那你说我们要怪民进党政府好，可是毕竟在此之前，你顶多说，民党政府在处理这件事上比较慢，至少毒油不是民进党造成的，它只是后续的处理可能比较慢，所以这个跟真正抓凶手那还是有差距的。波基他就觉得说，我们过去老百姓已经忍了这么久了，单纯是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我跟你反映说，你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的速度太慢了，效率太慢了，难道老百姓连这样生气的资格都没有吗？吴峥他怎么回？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你跟我大小声干什么？这我老百姓，我是受害者，我需要政府帮忙处理公道。是政府让你吃的吗？为什么政府要给你公道？但是我今天我缴税，然后我把权力交给你政府，我投票选出你们，就是帮老百姓解决问题啊。波基其实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单纯抱怨吧，他其实也不是真正针对吴峥。吴峥那个回应彻底的点燃怒火，经典的赖赏精神。哇，吴峥真的尽得赖赏真传。人民可以逼政府跪下吗？可以逼官员跪下吗？可以吗？同学。可以吗？你可以逼官员跪下吗？官员是仆人吗？可以吗？觉得更像的是蔡英文。蔡英文在那个之前修那个劳基法一例一修，在飞机上记者就跟蔡英文在哈拉嘛。那蔡英文那时候有点一半在开玩笑，可他就暴露了那个惯老板大小姐心态。你们不要每次都找我们啊！你们公亲变事主，你要不去跟你们老板抱怨啊？你们是我逼你加班的吗？对啊，是我逼你加班吗？是我逼你过劳死的吗？你自己毒油啊！要找自己去找中年油脂啊！我是在旁边帮你，你还对我大声。政府跟这种朋友间的帮忙不一样，政府是有公权力的，政府是有资源的，政府是有责任的。我们说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你政府官员都不负责了，那老百姓要找谁依靠？哪一个老百姓有能力去追查上中下游，去追查说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老百姓哪有这种能力啊？我当然是得靠政府啊，当然是得靠公权力介入啊。今天政府拿了我们的税金，爽爽的在那边吃香喝辣，然后跟我说我就已经在帮忙了我们就处理了啊！你在跟我大小声什么？你们处理这么慢，我难道不能骂一下吗？蔡英文不是说可以敲桌子吗？敲一次你听不见，我可以敲第2次，敲第3次嘛。波基也有说啊，他就拿蔡英文来对比啊，所以波基今天身为一个媒体人，作为监督政府的存在，他就是敲桌子给政府听啊。那你们用这种傲慢的态度，吴峥是民进党发言人代表着执政党的门面而且还是在公众的节目上，我对政府提出一个质疑，执政党的发言人跟我说，我就已经在处理啊，你跟我大小声什么？你们处理的这么烂，然后你还这样推卸责任，我不怒还是那我怎么样？好先生吗？更重要的是，民进党后续的这个道歉根本就不是道歉。你看他波基的书，吴峥说因应黄阳明情绪性指控，发言人愿道歉。再酸一次黄阳明乱生气，我其实很少看他这么激动，连续发文。因为这个时间点，这个 moment， 他准备进场看啦啦队。我吃到癌油制作的产品，难道不该有情绪吗？贵党新闻部负责人扯我什么性骚扰友的时候，难道不该有情绪吗？当总统兼民进党党主席在 L 爆发之后，我把总统府官网刊登的总统跟癌油厂老板同场互动照片发出，被民进党党工骂连连看的时候。
时候被侧翼网军攻击羞辱的时候，难道不该有情绪吗？没错，我有情绪，因为我是人，我在乎实案，我是媒体记者出身，我在乎公平正义。很明显，波基本来就已经够大尾了，结果你这一波你又这样弄他，这一波我是觉得民进党真是杠上他了。他已经很多时候其实他都在质疑在野党，结果你就偏偏要把他往这边推，真的很生气。后面波基发了几篇，又一个青鸟，就青鸟一直去资讯骚扰他，看到照片可以影射，每次都翻车。郑丽文跟习近平坐面对面已经在一起了，笑话上节目大声什么？以为你是谁？傻眼！这些青鸟扯的根本就跟食安没关系。波基很少网友的留言或私讯给他，然后把他贴出来说青鸟，他不喜欢这样，在节目上凶什么凶，废什么废，造谣事件也不少，要讲的照片是不是去靠北徐巧芯啊？他先拿照片连连看的，而且洪尧坤就是蓝营友没错啊，还捐钱给国民党人及国民党啊。源头中联的检验报告和其他厂商不同，隐匿啊，怎么不去废中联呢？因为源头中联在台中啊，台中市政府身为源头中联的主管机关，没去稽查，王八蛋，都是卢秀燕，都是卢秀燕来台湾吃毒油，哇，这非常明显就是网军账号，真的疯疯到极点重点是波基这边就查得很仔细，青鸟现在拼了命的想要把洪尧坤跟卢秀燕连在一起。波基就说卢秀燕跟洪尧坤合照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2020年，是6年前，是他们这一家福寿企业100周年的庆祝活动。那卢秀燕做台中市党大家长，出席在地的企业，然后跟他合照，那是6年前的事情。6年前没有这个油品争议啊，可是赖清德跟他的幕僚团队是没有 sense 到7月1号油品毒油案就已经爆发了。爆发毒油的2天之后，我们的总统竟然还跟这个毒油公司的老板同框合照，总统府还放这个照片出来。我们今天倒不是说真的去怪赖清德，我相信赖清德大概也没想那么多，他搞不好更不知道。问题是你妈幕僚在干嘛啊？他说卢秀燕昨天讲啊，台中市政府的食安让来采取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的最高标准。那卢妈妈话说的漂亮啊，如果800天来完全没有查呢？台中市从2022年中联油脂进场查了6次，那抽验只有2024年1次，800天没有抽验。食安法规定地方政府就是在第一线执行稽查跟采法的机关，然后又好好想要再把它挂钩到这个非洲猪瘟去年底的这个事情，然后非洲猪瘟又在那边说什么啊，这个台中市政府不愿意负责任啊，交代不清啊，厨余啊，还有暗场啊、消毒啊什么的都要甩锅中央。这个非洲猪瘟这件事情呢，完全推给台中市政府行政怠惰啊，几十亿的惨痛代价，通通都是你台中卢秀燕的错。吴峥这一篇就太急着打秀燕吧，毒油事件中央完全没有要做事的意思啊，你中央政府就完全不用做事哦，就你到现在还在推卸责任。现在民进党网军拼了命的在切割民进党跟中联的洪尧坤关系，因为波基抓出来说赖清德是在中联致癌油品风暴爆发是7月1号那一天，赖清德在7月3号出席宠物展，他跟中联油的董事长洪尧坤同场同框合照，同场同框，熟的啦，非常之熟。青鸟拼了命的想要把这件事洗回来，对吧？他们觉得说这件事好像没差，就幕僚完全没有事。所以为什么波基在节目上他有特别提到，你赖清德总统在事件爆发之后还跟老板合照，你们总统府还放这个照片出来，这以前的话，你们幕僚全部都卷铺盖走人了啦，不是什么你先分蓝绿什么的，稽查跟采罚本来就是中央地方一体的作业。不应该去切说都是你地方或都是你中央，然后现在人家上街头，他不更新了，烧成这个样子，然后吴峥继续像没事人一样，然后继续帮他台中，你是有病是不是？选举都不要选了啦，就专门帮吴峥收烂摊子擦屁股就好了啦。然后现在当贵党的发言人呐，我这是为你们惋惜耶，我是针对绿营的支持者喊话，同情你们。而且我为那些老幕僚们叹息，妈的，真的就是一个毛头小子搞这边乌龙，然后你们所有老人都要为他擦屁股，然后你们老人还不敢出来叫，你们甘心哦？就算你今天支持民进党，你是绿营的支持者，应该把这些幕僚干死啊！你怎么会让你的老板在事件爆发之后，才去跟油案的主角好合照，然后大喇喇还放官方照片、放新闻稿？你幕僚在干什么吃的啊？你们领薪水领太爽了是不是啊？年终领不够啊？你以为今年选举年就不会开人是不是？那吴峥就是个智障啊！对，就真的狗粮吃不够啊！我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赖清德大概真的是没有想太多，真的完全就算你的幕僚就是一群智障。我觉得赖清德只下了一个死命令，要道歉。对，波基其实只是讲述了一般人心中被愤恨的那句莫名其妙，那就莫名其妙哦。可是民进党在嚣张什么？
谢谢小白上。波基他真的是记者出身，而且他是专题调查记者出身。他过去20年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专门追踪这种新闻大案件，去追踪然后写连续的报道。在节目上也有提到另外一个关键，10几年来或者10几年前也是有爆发油品出事情的嘛。那时候是马英九政府2014年的时候，马政府被骂得多惨啊！不是行政院长都下台了，好不好？对，而且那时候行政院长被搞到下台。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当年鼎新的油品没有被验出致癌，没有被验出致癌，他只是就说他是饲料用油来混充，对，那就只是品质的问题。当然这不是好事，这当然同样是犯法的行为。可是这一次是严重到这一批油品是有致癌物的，而且已经大量的流入市面了。尤其你看到10几年前，民进党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利用这食安事件狂打国民党，狂打马政府，真的就把马政府、国民党打垮了，拿到执政的权利。10几年前是这样子，民进党是这样子上台的，结果你民进党执政之后，瘦肉精也开放，牛内脏也开放，黄牛正义区也开放。油品出问题，而且是有致癌物。我再强调一次，10几年前鼎新油品案没有验出致癌物，但是我们当年把鼎新骂到臭头。那今天呢？大量的致癌物油品流入市面的，吃下肚子里了，你都不知道妈妈小孩吃了多少这些致癌物，你都不知道。节目上在公众场合抱怨一句说政府处理这件事情太慢了，要有效率，要动起来。执政党的发言人他跟我说：“你在大小声什么啦？”哇，历史不断的重演，就是你的嘴脸会不会换得太快了一点？就波基当然气啊，我看到波基气我也气啊。我们是有记忆的，记忆是痛苦的根源呐。吴征草包记录，2024年说预言宪法法庭下班前就要公布结果，当天就真的公布了暂时处分。宪法法庭的内线消息，民进党的发言人直通大法官宪法法庭内线，说好的司法独立呢？2024年10月断言北检一定会起诉柯文哲，可是2024年2年前那个时候还在侦查阶段，他就直接断言一定起诉柯文哲，一定有罪。那这是不是现已经内定答案了？反正我们就一定要先起诉柯文哲啦。至于罪状是什么，以后再来找啦。后来起诉之后，到了法庭公开审理的时候，检方丢出来那些东西也是一样很莫名其妙嘛，果然是先射箭再画靶。问题是，你一个民进党发言人，你哪里栽？2024年11月，劳动部霸凌案，公务员死亡，部长请辞。洪胜汉因为从不分区去当劳动部部长，王义川就是接了替补的立委。结果呢，原本霸凌案造成公务员死掉，应该是很悲伤的。当时吴征带头，有一帮包括他们在争论节目上，哇，跟开同乐会一样，抢救王义川成功啊！哇，死了一个人，死了一个公务员，然后你们这些人在开同乐会庆祝，哇，太好了，抢救义川成功啦，真的很没有人性。然后到2026年，吴征作为民进党的发言人，理论上他应该是要用一个严谨的态度去回答两岸或是国安的这个问题。他毕竟是执政党发言人结果他直接说到：“国台办烦死了。”不是你如果跟一般朋友聊天我觉得就算了。你是用执政党发言人的身份，在国安和两岸的议题上说国台办烦死了啦，快被他们烦死了。你这个发言人到底怎么当？我也当过发言人啊，我当发言人的时候才不会这样子轻浮，就莫名其妙，我就搞清楚自己的职责跟身份。7月份的时候，就是黄阳明这一次啦，又不是我逼你吃毒油，完全推卸责任了。这张表真正的重点，罗列了这么多点，稳如泰山。朋友传了这张图给我，快笑死！暗黑魔王、民意掠夺者、操弄意识形态、撕裂社会、以权谋私，让台湾社会进入黑暗深渊。赖清德，民进党的伏地魔，简书培所知佛地魔，报复蒋万跟北市府一次所数10万笔，让公务员平分。简书培的办公室主任被警察开单，然后简书培就为了这件事情要报复警察局，所以他们要求调出半年份的所有人员的执勤班表，所以加起来有10万笔，精细到每一个人每一天几点到几点值班，全台北市的警察局，这是非常庞大的资料量，但这个资料一点意义都没有，要求一定全部都给我印纸本出来。他们说他们那时候有估算啦，大概如果全印出来，大概是半层楼高。还有干化佛地魔，他妈真是干化佛地魔。毒案一出你别吃炸鸡，政府一出是马上说干化。我们一直提醒民众，就是尽量在饮食上面尽量减少这种高温高油的这样子的饮食，因为就算我们原来出产的那个油它是符合标准的，它在烹调过程就可能造成更高的苯偏比。所以你告诉民众不要吃炸鸡排。
其实本来炸鸡排就不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吃的食物啊，委员。我要吃烤肉，这些都是尽量避免，但是当然我知道在民生上大家喜欢。老百姓要吃。那林静怡她其实也是以讲干话出名的，她最有名打电话去她办公室抗议嘛，然后她就说注意在大便啦，就他们这一帮的都是这样子啊！我的天哪，就干话王啊，就是你不能说他错，但是就是很干话。重点是他自己是医师出身，没有在用医师的专业去考量问题。除了吴峥之外，其实他们全员都是这个嘴脸。颜若芳跟蒋万安打嘴仗，这段更夸张。你说你对于食安非常的在意，我们看一下哦，在下一章，针对我们餐饮管核的评核管理评核，有稽查不合格的、复查尚未改善的，还有发生食品中途业者永久停工场所变更或这个发证不符合、重大缺失的，这个会是直接来把它做下架嘛？会公告嘛？在某一个百货公司的餐厅内，2023年跟2025年有某一家它都有标章效期之内发生食物中毒，这是不是刚刚的标准里面？它有发生食物中毒哦，在这表格上面它居然还是有绩优标章它有绩优标章，它没有被撤下来市长，它有发生食物中毒。高雄有验吗？我在跟你讨论台北市中央有验吗？事发以后中央有验吗？这个是食物中毒，连事发以后中央都不验。你又在问 A 答 B， 我跟你讲，台北市的卫生局，你才说 A 答 B， 台北市的卫生局，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这个标章到现在还如此傲慢，还想推卸责任，还想转移焦点，难怪人民愤怒要站上街头。这一个是你刚刚我在跟你讲，有按照食品卫生管理评核，如果有发生食物中毒，标章就必须撤掉。22年、23年、25年，它有食物中毒，为什么还在标章上？我在跟你讨论我们的制度上面，包含你要传给民众的资讯上面，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你在跟我扯这些？你刚问啊？我说这个是有食物中毒，为什么没有撤下来？你在跟我扯这些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你才莫名其妙，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就是你这种态度。你先不检讨自己，盖牌，你才不检讨，你该检讨了，无能、傲慢啊，神隐。那我问你，有2014年的标准，我问市长，你有没有讲一句话？这家餐饮业者23年跟25年，到现在你民党政府出的荒腔走板，有讲过一句话吗？为什么还有优良标章在我们的卫生局网站上？我问你，为什么？这就是卫生局的大漏洞啊！还敢上街头？人民党有上街头，觉得为什么民进党拿脸来呛啊？真的莫名其妙我讲真的，我觉得好笑的点是，我真的想不透民进党你们脑袋在那边装什么？你们这些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你们想要硬杠食安这一题，把食安赖到蒋万安头上，这连不起来啊！你中央一直都没有负责，那台北市这些问题，我们也是要找中央啊。民进党你们不冷处理就算了，你们偏偏要在台北市议会放火，你们放这把火到底是烧到蒋万安还是烧到自己？我觉得是烧到自己耶。他那个质询画面就知道，你不用去了解细节，你光去想一个问题：现在食安闹得全国满城风雨，然后民进党的议员丝毫没有检讨自己的党，不断的却一直闹食安，想要把责任推到台北市长身上。老百姓如果看到这些资讯，你觉得老百姓会怎么想？我要看到负责的是中央政府吧？这跟台北市长有什么关系啊？太硬凹了，而且凹那个嘴脸是不负责任的，完全没有去监督自己的党。最近只要谈无油的 shorts， 全部都会被限流，打压的方式限流，冷处理，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智的哦。你们不是你们这些民进党的这些小鸡在台北市议会放火，要不断的放火，烧到的是自己人，觉得你们自家的沈伯洋候选人已经输得不够惨，是不是？你们想要多让蒋万安表现，他们没有任何人在想着要解决问题，他们所有的想法，我就干死提出问题的人就好。黄阳明会被你吴峥惹恼，是因为他妈吃到毒油，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呛，搞了这个政治8+9啊。颜若芳为什么要这时候跳出来？不主啊！你看刚才波基那个青鸟，台中市政府才是毒油源头哇！这种话他都还他妈敢讲？他回答问题很难吗？就回答我嘛！为什么要掩盖中联油品嘛？为什么要掩盖中联油脂的恶行嘛？为什么要跟福茂老板同台嘛？为什么会放任自己的支持者会去说出台中市政府才是毒油源头嘛？为什么会放任你们自己的党籍议员在质询的时候故意去攻击蒋万安，下套给他？说出来啊！为什么放任自己的发言人当着全台湾、全世界的面呛说我没有逼你吃毒油？什么态度？什么态度？人民要上街，还会酸人家说你还有意思上街哦？真觉得
天地倒反，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真敢这样颠倒，你就看老百姓会不会火大。我跟你讲，本来选举有够冷，也没人在乎什么今年谁选举，没人在乎谁选台北市长、新北市长。但是你这一把烧起来啊，就会开始有人在乎了。你们就是非得要自己把自己用的很难看啊！结果你看到亲人怎么回答？这是使用者的典型症状，大小声吗？哇塞！那人家在火大，你在那边揶揄，整团是一样的概念。他们现在极力往一个方向走，就是疯狂沉浸在一种氛围里面。所有对民进党提出质疑的，通通都是对我们有恶意的，我们只能往死里把他打回去。他绝对不是因为他权益受害来攻击我，他绝对就是因为奉了国民党、奉了共产党的命令、奉了柯文哲命令要打我们，大概就是这个逻辑。等一下，你刚刚 Kevin 0102那一个账号是于北辰将军的账号。这是于北辰哦！我操！那更严重了，没救了，民进党没救啊，真正没救啊！绿民嘴都嚣张到这种程度。